我一直觉得，绰号对于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就像是一种荣誉徽章。因此，最受尊敬的球员也就理所当然地拥有各种各样的绰号：人猿泰山、鲨鱼、公牛、城墙、角斗士、狮王、队长中的队长。但无论人们怎么称呼卡莱斯·普约尔，他们想表达的意思都是，他是这项运动中最勇敢的人，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防守者。普约尔是一个完全不惧怕危险的球员。在如今的足球世界，大多数球员只要脸上挨了一点点撞击，就会大惊小怪，担心会影响他们的模特的脸庞或数百万美元的广告代言。但普约尔根本不在乎。正如另一位历史最佳球员之一的弗朗哥·巴雷西所说，普约尔会用头去争抢其他球员用脚去争的球。这并不是夸张，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例如，当卡洛斯准备射门时，尽管普约尔听过无数关于卡洛斯射门力量的传说，但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用脸将球从球门线上挡出。也正因如此，在普约尔职业生涯中，他经历了36次伤病，包括眼眶骨折、鼻梁骨折和颧骨骨折也就不足为奇了。普约尔是一位无私的领袖，他从不犹豫为队友挺身而出。如他自己所说，我身边的球员，他们都是超级巨星。我没有罗马里奥的技术，没有奥维马斯的速度，也没有克鲁伊维特的力量，但我比其他人更努力，就像那些不是最聪明，却比别人更加努力，并最终脱颖而出的学生一样。这也是他从小就秉持的信条。通常，巴萨的球员在10岁时就会被送入拉玛西亚青训营，在那里他们会拥有专属教练和饮食计划，享受一切可能的资源支持，从小被灌输他们是天才少年，将来会成为超级明星的信念。但普约尔的生活并非如此。在17岁之前，他还只是地区联赛第3级别一支小俱乐部的普通球员。他尝试过守门员、右后卫、边锋和前锋的位置，各个位置都表现不错，但没有一个位置是完美的。尽管俱乐部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与众不同，但当巴塞罗那的球探来到现场时，仅仅看了半场比赛就失望地离开了，因为他对场上球员的整体水平并不满意。普约尔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他对忠诚的执着。尽管后来得到了去萨拉戈萨试训的机会，但他还是拒绝了，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巴塞罗那才是唯一的选择。他的家人甚至回忆起他曾故意留级，只为陪伴注定要留级的好朋友。显然，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穿上其他俱乐部的球衣简直无法接受。他宁愿去工厂工作，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忠诚。也许是上天感受到了他的忠诚，巴塞罗那邀请他去试训。然而，这只有1天的机会，且没有任何承诺。普约尔知道，他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踏入那里了。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父亲展现了极大的影响力。他的父亲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仅仅想到自己的儿子可能会因为放弃而失败，就让他无法忍受。那天，他对普约尔说，如果他们因为其他球员比你优秀而把你送回家，那没问题。但如果是因为别人比你更努力，那你就别再回这个家了。试训的1天结束时，即使有更好天赋的孩子，他们也无法对一个如此努力的男孩说回家吧，别再来了。于是他们不断地告诉他明天再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大约30天后，他们终于妥协了，让普约尔正式加入了青训营。然而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因为曾几何时，巴塞罗那依赖他们的青训营来组建球队，但自从欧足联实施博斯曼法案以来，巴萨在转会市场上就变得有些疯狂了。到1997年，他们的首发阵容中只剩下1名自家青训球员。这也意味着，与普约尔在同一年在拉玛西亚生活的32名学员中，只有3人最终成为俱乐部的明星：雷纳、巴尔德斯和伊涅斯塔。这3人迅速崭露头角，而普约尔的道路却并不那么顺利。尽管俱乐部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让普约尔感到亲切，但很明显，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巴塞罗那球员，既不细腻也不优雅。在 B 队效力多年的他，唯一一次引起一线队教练范加尔的注意，却是因为外貌被嘲笑，教练问他是不是没钱理发。而这位荷兰教练似乎只对不断引进荷兰球员感兴趣，他甚至打算将普约尔卖到马拉加。但普约尔再次坚定地拒绝了。他相信，如果他的老室友之一哈维·埃尔南德斯能够进入一线队，那么有一天他也一定能够做到。在离开青训营近1500天后，22岁的普约尔仍然踢右后卫。但是当米歇尔·雷齐格受伤，范加尔被迫让普约尔首秀踢中后卫时，他便再也没有让这个位置旁落他人。
此后不到1年，巴塞罗那队长路易斯·菲戈转会皇家马德里，加泰罗尼亚的每个人都想要让他付出代价。所以当两队再次相遇时，巴萨知道如果菲戈进球，一场大乱将不可避免，而阻止他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普约尔身上。这是属于普约尔的机会，他没有错过。整整90分钟，他几乎寸步不离地贴着菲戈，即使普约尔面对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他也毫不逊色。他主导了这场对决，并且没有使用任何肮脏手段，成功捍卫了巴塞罗那的荣誉。比赛结束后，他展现了他一贯的风度，阻止了球迷对菲戈的攻击，护送他安全离场。在下届奥运会上，西班牙 U23 队表现出色，但在某场比赛中，他被安排坐在替补席，而球队在那场比赛中丢的球，竟然和普约尔首发的所有比赛总和相同。新赛季的开始，他迎来了国家队的首秀，突然之间，似乎普约尔的命运发生了转机。然而，仅仅5天后，他的膝盖受伤，不得不接受手术。当普约尔伤愈复出后，他一举拿下了联赛的年度最佳年轻球员奖。然而，巴塞罗那却陷入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长的冠军荒，整整6年。尽管如此，普约尔依然凭借一个又一个标志性时刻为自己赢得了声誉。2002年10月，在面对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比赛中，当巴尔德斯被过掉，且对手几乎必进球的情况下，普约尔用胸膛挡出了射门，皮球正好击中了他球衣上的俱乐部队徽。这一幕让诺坎普的球迷为他献上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起立鼓掌。这不禁让我想起托尼亚当斯那句名言：当你真正为胸前的队徽而战，他们就会记住你球衣背后的名字。到了年底，尽管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令人失望，但普约尔还是入选了欧足联年度最佳阵容，并获得了俱乐部的续约合同。这份合同不仅让拉玛西亚的丑小鸭成为了队内薪水最高的球员之一，还将他的解约金条款定为 1.8 亿欧元。当巴塞罗那陷入低谷时，整个欧洲的顶级俱乐部都想签下他。事实上，曼联一度非常接近成功，甚至连永远忠诚的普约尔都承认，有那么一刻，我确实考虑过要离开。为什么要否认呢？然而，第2年拉波尔塔赢得俱乐部主席的选举，里杰卡尔德成为了新任主教练，罗纳尔迪尼奥也加入了球队，但巴萨却依然颗粒无收。事实上，当路易斯·恩里克退役后，球员们投票选出普约尔作为新队长，他们才重新夺回西甲冠军，从此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正如罗纳尔迪尼奥常说的：“前面有我，后面有普约尔。”事实上，新赛季刚开始，两个人就共同创造了另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在巴塞罗那以2-0领先马洛卡的比赛中，局势失控，马洛卡中后卫巴列斯特罗斯被红牌罚下。当普约尔上前试图安抚他时，却被对方扇了一巴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有趣了。普约尔不仅没有还手，甚至没有向裁判投诉。罗纳尔迪尼奥冲过去想要找对手讨说法时，普约尔反而拦住了他。可以说，这已经超越了公平竞赛的范畴。对于一个被称为角斗士的人来说，普约尔是足球史上最绅士的球员之一。尽管他配得上所有的好运，但那一年对他来说既是辉煌的，也是令人心碎的。当被问及2006年欧冠决赛时，大多数巴塞罗那球员都会笑得合不拢嘴，但对普约尔来说，那天的记忆却是他一生中最苦涩的时刻之一。在赢得又一个西甲冠军后，欧冠决赛似乎注定会成为他的加冕时刻。因此，他回想起10年前，如果不是他父亲的一番话，他可能永远不会站在这里。于是他说服父亲来到巴黎观看决赛。这位工作狂父亲一向不喜欢人群，甚至从未在观众席上看过儿子比赛。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球，也只是因为普约尔为他安排了早班飞机，确保他能及时回去工作。尽管那一天一切都很顺利，尽管他从看台上看着自己的儿子高举欧冠奖杯，并被评为欧洲最佳后卫，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观看儿子的比赛。仅仅几个月后，普约尔的父亲何塞普在一次工作事故中去世了。虽然普约尔很快就回到了球场，但这次的事情让他彻底崩溃了。夏天的时候，尽管他在比赛中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精彩进球之一，但西班牙队还是很快被淘汰了。而当新赛季开始后，俱乐部内部情况却在迅速恶化。埃托奥和罗纳尔迪尼奥在更衣室里发生了争执，他们都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人能留在俱乐部。即使普约尔的个人生活中遭遇如此变故，但他仍然是唯一一个花时间与两人沟通、解决问题的人。
在下一次训练中，当镜头准备捕捉冲突瞬间时，等他们到场后，看到的却是球员们满脸笑容。然而，当赛季结束时，他们不仅浪费了领先优势，让皇马夺得了冠军，而且普约尔的膝盖再次受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并被迫打上石膏，这让他几乎要崩溃了。无论普约尔是否意识到，自从父亲去世后，他一直在用足球来麻痹自己的情感。当足球被剥夺时，情况变得非常艰难，以至于70天后，普约尔不顾医生的建议，拆掉了石膏，重新回到训练场。正如他所说，足球是我唯一的解药，我的支柱。在里杰卡尔德被巴塞罗那解雇的1年后，西班牙国家队在2008年夏天赢得了欧洲杯。西班牙队终于打破44年无冠的万年老二形象，其原因并不是他们的进攻有多么强大，而是他们的防守堪称坚不可摧，在整个淘汰赛阶段一球未失。而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普约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不仅是本届比赛中最好的后卫，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后卫。如果有人对此有异议，那么他就会用行动来证明。瓜迪奥拉上任巴萨主帅后，从曼联带来了杰拉德·皮克，一个出生在巴塞罗那富裕家庭的英俊男孩，与俱乐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是普约尔的反面。正如一家报纸所说，他们是美女与野兽。也许说这话的人有先见之明，因为无论这对搭档看起来多么不搭，最终他们相辅相成，真的谱写了一段足球童话。到了那个赛季结束时，他们再次赢得了欧冠。从1/4决赛开始，他们仅仅丢了1个球，而普约尔也追平了他的偶像马尔蒂尼，2次以队长身份举起这座奖杯。而他们的成功并未止步于此，他们再次加倍努力，或者说是6倍努力，成为历史上首支在1年内夺得所有6项可得冠军的球队。他们是历史上最好的球队，而随着大部分球员入选国家队，2010年世界杯的时刻到了。再次，防守成为这支球队的支柱。在淘汰赛中，西班牙仅打入4球，要想夺冠，唯一方式就是确保后防线保持滴水不漏。最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让对手攻入1球。然而，普约尔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并不是一次关键的抢断或门线解围，而是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当西班牙陷入困境，需要奇迹来确保晋级决赛时，他挺身而出。当时，哈维开出角球，皮克回忆道：“我试图去争顶那个球，但突然间感觉好像有一架飞机从我身边飞过一样。”普约尔这位很少进球的后卫，却攻入了也许是西班牙足球44年来最重要的一粒进球。如果有人认为他只是运气好，那么你肯定不知道他在半场休息时就策划了这次角球战术，而且几个月前他在国家德比中已经打进过同样的进球。讽刺的是，那次国家德比进球后，他因为亲吻手臂上加泰罗尼亚旗帜的队长袖标而激怒了许多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球迷，但这一次他的表现赢得了整个国家的支持，甚至连西班牙女王都特意来到更衣室向他致谢，而他只裹着一条毛巾，礼节性地与女王握手致意。4天后，西班牙成为世界冠军，普约尔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后卫之一。到了年底，普约尔在金球奖评选中位列第11。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金球奖颁奖典礼后的第12天，他的膝盖第3次严重受伤，几乎缺席了整个赛季。尽管如此，在那年欧冠决赛中，普约尔虽然只上场了2分钟，却依然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如果他只是举起奖杯，这已经足够让他超越马尔蒂尼，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队长，但他选择做了一件更伟大的事情。他将队长袖标交给了阿比达尔，让他代替自己举起奖杯。为什么呢？因为阿比达尔刚刚战胜了癌症。正如普约尔自己所说，我真的相信那是我足球生涯中最伟大的时刻。很难用语言形容，但就意义而言，为了他所经历的艰难，他配得上这一切。如果命运像对待他周围的人那样，在他最糟糕的日子里对普约尔也稍微仁慈一些，他或许可以再次与他的队友一起赢得欧洲杯。但遗憾的是，他的手术并没有为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他的膝盖也没有坚持得更久。但无论如何，当他拼命推迟第4次手术的同时，他再次让全世界为他的领导才能而震撼。在激烈的国家德比中，皮克被看台上扔来的打火机击中，这位年轻人坚持要向裁判展示凶器，但普约尔没有时间和他废话，他从皮克手中夺过打火机，扔出底线，然后告诉他专注于比赛。6场比赛之后，传说中的第4次手术已不可避免。
尽管他试图想再踢一个赛季，但他很快发现他已经无法像父亲一直要求的那样为球队奉献自己的最佳状态。在他最后的荣耀时刻，他拒绝为了金钱榨取自己内心的热爱，当场终止了合同，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役，然后离开。没有喧嚣，没有大张旗鼓，他所希望的只是成为一名单纯的热爱者。正如皮克所说，当他们谈论签下辛普约尔时，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可以找遍全世界，但永远找不到。他是我们的守护天使，独一无二，无可替代。